老大剑仙陈清都第一次出手有多强悍呢？随着陈平安出乎意料斩杀了蛮荒大祖的弟子黎真，陈平安也彻底得到了剑气长城众剑仙的认可。不过身在陈平安远处的14王座大妖却有不少都在蠢蠢欲动，他们很想直接出手将陈平安这个隐患除之而后快，但随即蛮荒大祖阻止了大妖们的躁动，并且蛮荒大祖还转而夸赞了陈平安的心境很不错。毕竟陈平安与黎真一战，两人可不仅是纯粹的武力比拼，更多的反而是在心境上的拔河较量。而黎真无论是武力还是心性，都是经过蛮荒亲力培养过的。现在陈平安能在黎真的算计中反败为胜，由此可见陈平安的心境之强。不过蛮荒妖族的夸奖可不是一件好事，对此陈平安直接握住了呼唤而来的仙兵剑仙，剑尖直指蛮荒大祖。陈平安的动作已经无法更挑衅，但他的嘴上却是说道：“可不许以大欺小，他这个人胆子最小了。”陈平安的行为看似是意气用事，却也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因为陈平安便是想借这得之不易的机会，来光明正大近距离多看几眼这些蛮荒天下最顶尖的大妖强者们，然后将这些大妖们编写在一本详细的册子上。毕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而对于陈平安的挑衅，蛮荒大祖也并没有生气，他倒还不至于对一个小辈出手，所以蛮荒大祖仍是微笑地告诉陈平安：“见好就收，就此回剑气长城去吧。”陈平安闻言立马就收剑转身离去，只是转身后陈平安顿时又化身为捡破烂大王，因为黎真身死，他布阵的法宝自然被留了下来。如今镇毁压阵的法宝虽然也受到了不小的损伤，但破碎的宝物在智力破碎也是1等1的天才地宝，所以不捡白不捡，一捡还一大堆，甚至就连先前用来换回已被杀害的隐匿剑仙月皇的大妖头也被陈平安一并收了起来。收完破烂后，阴神也随之从白玉簪中掠出，以及大半身躯都被黎真打得白骨累累的阳神也分别与陈平安聚拢汇合，重新归一。随后身受重伤的陈平安这才被心意相通的剑仙拖拽着慢慢飞向城头。在陈平安返回城头后，蛮荒大祖再次向前一步，他要按照约定承受陈清都的一剑，这白白的一剑可是陈平安拼命换来的，所以为了奖励陈平安，陈清都就要借此亲自传授陈平安一剑。接着陈平安就被陈清都一手按住肩头，霎时不光是剑气长城城头这边，还有那巅峰大妖穷尽目力所及处也再无任何半点云海。不但如此，大妖与城头之间的大地之上，连一粒粒尘沙都乖乖贴地。剑气长城之上，陈清都和陈平安身后猛然间出现了一位白衣飘荡的老者，盘腿坐城头。老者出现后伸出大手握住一把长剑，只是毫无剑术可言的随便一戳而下，简简单单的戳向那蛮荒大祖的头顶。只是这看似简单的一剑过后，蛮荒却是破碎了万里山河，就连14头巅峰大妖绝大部分都有些心神不稳。这一剑过后又是一次黄沙滚滚，片刻之后尘埃骤然落定，蛮荒大祖依旧站在战场上，但是已经身形悬空，始终双手负后，信守承诺，结结实实挨了陈清都一剑。然后蛮荒大祖转身离去。如今炼化过这座天下的妖族大祖已经是蛮荒天下的大道显化，挨了陈清都这一剑，无非是蛮荒天下承受了陈清都一剑，所以他根本无所谓。蛮荒天下自古大地贫瘠，一剑过后破碎了万里山河根本无妨。不过相隔了万年，蛮荒大祖却是感受到了陈清都的剑术拔高了许多，因为在蛮荒大祖有意完全接受这一剑之下，依旧有那小半剑意没有遵循他的法旨，强势落在了他身后万里之地。纵然仅仅是被陈清都搭肩学剑的陈平安也已经是七窍流血。然后陈清都询问陈平安这一剑学会了没有，陈平安没有回答老大剑仙的问题，只是开口询问黎真是不是其实还没死透。陈清都笑着解释道：“本就没活，何谈去死？但如果只说那些魂魄拼凑而成的少年，不谈关照，倒也算是死透了。少年一死，关照也就死得更多了。”并且对于如今的黎真，陈清都还看得更为透彻。其实真正的关照剑心从未被离间到，所以关照最为关键的一点魂魄一直被托月山藏藏掖掖，故意没拿出来给黎真，不然真正的关照本心一旦现世，关照是肯定会返回剑气长城的。倒是对于蛮荒妖族而言，就是自找麻烦。说完关照后，陈清都还顺带给陈平安介绍起了下方身在妖族的龙君。昔年的龙君对浩然天下恨意最重，当初龙君被他陈清都给拉去了托月山与妖族一战，龙君虽然出剑也无含糊，是因为龙君一心求死而已。如今龙君已经死过一次了，所以龙君便觉得他对于剑气长城再无亏欠。现在龙君成为14王座大妖之一，他便是要以行徒剑修的身份问剑浩然天下。对此陈清都虽然理解龙君，但是陈清都却不接受龙君的做法，所以他陈清都是绝对不会放任龙君跨过剑气长城的。在陈清都说完之际，蛮荒大族已经带着14王座大妖相续撤离，只留下浩浩荡荡的妖族大军继续对峙。同时受伤极重的陈平安也终于快要坚持不住昏睡过去。更为重要的是，陈平安发现这一战还导致他炼气士境界连跌了3级，好在没有伤及大到根本，跌成2境大修士的他也不算太过致命。在陈平安昏睡的最后，陈平安想着只要靠着老大剑仙传授的这一剑，要尽快孕育出一把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本命飞剑。紧接着宁瑶背起了倒下的陈平安离去，而就在陈平
平安彻底失去知觉时，城头之下妖族的号角声也突然响起，妖族全面攻城之战正式打响。陈平安在剑气长城对妖族的第一战都有哪些收获呢？剑气长城攻守战最关键之处又是什么呢？在打败黎真得到老大剑仙亲自传授的一剑后，陈平安也是终于忍受不住伤势昏睡了过去。而在宁瑶背着昏睡过去的陈平安返回城中时，妖族也正式开启了新一轮攻城之战。在安顿好陈平安后，宁瑶当即返回城头抵御妖族去了。陈平安则是整整昏睡了3天3夜才醒过来。在此期间，陈平安也是不出所料，成功登上了蛮荒必杀榜前3之人。而苏醒后的陈平安虽然对于自己连跌3境，成了2境大修士有些苦恼，但好在这一战对他并不只有害处，相反和黎真的一战对他武道裨益极大，并且在这机缘巧合下还把阿良传授的剑气18庭的关隘给打通了。剑气18庭最后一座关隘可是一直困扰着陈平安，更为重要的是还被老大剑仙亲自传授了一剑，孕育本命飞剑一事也可提上议程，加上最后还收获了很多法宝。总之这一战代价虽然不小，收获却是更多。想到此处，这才让陈平安心情得以平复。所以在稳固伤势后，陈平安立马就往城头赶去了。毕竟豪杰捉贼剑修杀妖，他陈平安又怎能不心神往之呢？与此同时的城头之上，妖族已经连续攻城了3天，身在城头上的剑仙与剑修皆是齐齐祭出飞剑，铺天盖地的剑气如汹涌潮水往妖族进攻的方向涌去，剑气所过之地皆是齑粉。战场上蜂拥向剑气长城的妖族如同被割草一般，一茬一茬成片倒地不起。城头上的剑修们分工明确，上5境剑修的飞剑是斩向那最远方的妖族，毕竟离开城头最远，对敌杀敌最多，自然最耗灵气，也最为凶险。所以冲在最前方的必须得是上5境剑修，而在上5境剑修的飞剑之后，紧随的是元婴金丹2境界的地仙剑修的飞剑，并且剑气长城并不要求这些地仙剑修一味求远杀妖，只需要他们稳固住那条出城剑气江河的阵型，若有余力就找机会斩杀那些身披法袍符箓铠甲的妖族修士，尤其是这波妖秘密护送的阵师，一发现迹象必须不计代价也要将其当场斩杀。最后是所有金丹之下的中5境剑修出剑更需小心，他们的首要任务根本不是杀敌，而是结阵在城头之前观摩前辈们的战斗，不然战斗最弱的他们难免会被某些专门针对他们的妖族伤及本命飞剑。3波剑修各有轮换，剑气长城每一位剑修出剑，永远是在追求实打实的战果。而面对城头上的剑仙们，妖族的攻城之战无非就是送死而已。其实妖族也只能靠着不计其数的性命去消耗剑修的灵气，以此换取接近剑气长城的机会。所以妖族的战场每向剑气长城推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若是攻不下城头，当然就是送死，可想要攻破城头，就不得不送死。只要耗得起，舍得死更多的无用蝼蚁，死得越多，看似高不可攀坚不可摧的剑气长城就会越来越失去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无的那一刻，就是那位陈清都生死道消彻底魂飞魄散的那一刻。剑气长城自成一座大天地，陈清都如何守住这份优势，蛮荒天下就要如何抹掉这份劣势，这就便是攻守战的最关键所在。所以在剑气长城没有失去天时地利人和时，哪怕是蛮荒大祖和14王座大妖齐聚亲临，他们也不会贸然亲自攻城，不然妖族的损失只会更大。再说陈平安在到达城头之际，他特意将自己改头换面伪装了一番，毕竟如今他已经是蛮荒必杀榜前3之人，若是他以真面目现身城头，难免不会被妖族死士盯上强行以命换命。所以为了保命，陈平安不得不谨慎行事。在见过宁瑶及朋友几人后，陈平安便开始在城头四处游走，只要是剑仙坐镇之处，陈平安便不做逗留，但路过中5境剑修之地，陈平安便会稍作停留，帮着他们抵御妖族。在他们有危险时，陈平安不但会祭出2把买来的仿剑，关键时刻他还会祭出飞剑初1和15，干脆利落的杀敌。能救下一把剑修的本命飞剑，陈平安可不会为了自己的安危藏拙，能顺手杀妖就杀，他绝不逞强更不贪功。由于陈平安在和黎真大战时展现过他的几把飞剑，所以陈平安每出剑后便会快速毫无规则的转移阵地。不但如此，他在转移阵地之时还会不断的用面皮改换样貌，一会是那神色木讷的黑衣少年，一会又是那面容枯槁的老者，甚至就连婀娜的女子陈平安也曾装扮过。而就在陈平安在剑气长城尽他自己的一份力时，陈平安的好朋友刘宪阳也来到了剑气长城。刘宪阳可算是如今陈平安最想念最想见之人。那么久别消失的刘宪阳，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又有多大呢？消失了10年之久的刘宪阳现身剑气长城，陈平安再见这位久别的好兄弟又有多高兴呢？随着陈平安在剑气长城投入到了抵御妖族的战斗后，一有闲暇时间，陈平安就会返回宁府或是酒铺调养伤势，毕竟和黎真一战所受的重创并没有完全恢复。
如今走上城头抵御妖族，完全是陈平安自发的行为，所以陈平安随时随地都可以撤离和妖族战斗的城头。而这天，当陈平安走下城头返回酒铺后，离家已久的陈平安不知不觉中就想念起了故乡，其中当然也就想起了在家乡和顾灿以及刘宪阳的点点滴滴。可就在陈平安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时，突然有人从后面勒住了陈平安的脖子，另外一只手还使劲揉着陈平安的脑袋，大笑道：“如今个儿窜得挺高啊，问过我答应了没有？”听见久违的熟悉声后，陈平安霎时眼眶泛红，喃喃道：“怎么现在才来啊？”来人正是和陈平安分别已久，也是天底下唯一能够对陈平安的人生去指手画脚，并且陈平安也愿意去听的好兄弟刘宪阳。此次正是南婆苏州肩挑日月的纯如陈淳安亲自带队，带领着一众影音陈氏子弟来到剑气长城游学历练。在影音陈氏求学的刘宪阳正是跟随他们一同前来。这些年，刘宪阳虽远在南婆苏州，但他可没少打听好兄弟陈平安的事情，所以刘宪阳自然知晓了陈平安在书简湖所经历的一切。加上来到道玄山后，刘宪阳又听说了陈平安以身犯险大战离真的事迹，因此一进入剑气长城，刘宪阳便马不停蹄地赶去宁府，想相劝陈平安不能由着他不顾性命这么折腾自己了。最后还是白莲双老嬷嬷指路，刘宪阳这才来到酒铺找到陈平安。在简单的打过招呼后，刘宪阳也是毫不拖泥带水，直接对陈平安问心。因为刘宪阳深知陈平安的性格，陈平安总会帮身边人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遇事也总会身先士卒。书简湖顾灿的事情就是很好的证明。而如今蛮荒大祖现身，妖族已经在全力进攻剑气长城，剑气长城被攻破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刘宪阳也是看破了陈平安因此是陷入了无尽的痛苦煎熬中，因为心爱女子宁瑶的存在，陈平安就不得不和宁瑶同剑气长城共存亡。可陈平安当然不想死，他还有很多承诺都没有去完成，陈平安也更不想身边的朋友爱人战死。然而当陈平安走上城头，看见宁瑶在战场上的义无反顾，他甚至都不敢去询问宁瑶剑气长城要是真守不住又当如何。所以现在陈平安只能蒙蔽自己来靠赌运气，去赌那个万一剑气长城不会破，万一他们能守得住这道城墙，陈平安便是以此自欺欺人的方式来不给自己退路，逼自己实现这个目标。然而一味的逃避只会让他陷入绝境之中，所以刘宪阳开口直指本心，直接就打破了陈平安的幻想，让陈平安的心气真正跌入谷底。可面对蛮荒天下的大势所趋，以如今陈平安的实力自然无法左右局势的改向，所以陈平安一时间也不知道他到底该如何做。然而刘宪阳既然能直接说出陈平安心中的苦楚，他自然也早就帮陈平安想好了应对之策，那就是让陈平安直接与宁瑶说明，哪怕剑气长城守不住，两个人都得活下去。在这之间，刘宪阳让陈平安在剑气长城可以尽力去做事情，出剑出拳皆不留余力，争取将来就算走也能够走得问心无愧。活着本就是一件最没办法要脸的事儿，这本身就是每个人最大的私心，就该去承认并坦然面对。刘宪阳是打心底的想让陈平安能更好的活下去，而刘宪阳的肺腑之言看似是在对陈平安说的，但实际上刘宪阳更多的是说给宁瑶听的。因为先前刘宪阳去过了一趟宁府，见过了白莲双老嬷嬷，所以在刘宪阳离开宁府后，白莲双便立即去城头把宁瑶给叫了回来。宁瑶来到酒铺时，恰巧碰见刘宪阳对陈平安的问心，因此宁瑶便不动声色隔绝了一座小天地，一直在一旁旁听。跌进成为二境大修士的陈平安虽然没有发现宁瑶的到来，但是刘宪阳却是早早发现了宁瑶的存在。毕竟这些年刘宪阳在影音尘世可不是白待的，如今刘宪阳不仅依靠祖传剑经成为了最让人神往的剑修，就连境界也达到了地仙之境。所以在刘宪阳说完之后，他直接就转头对着宁瑶隐蔽的方向笑问道：“弟媳妇，说说你是怎么想的？”随即宁瑶缓缓撤去小天地，开口回道：“想要陈平安死者，他宁瑶让他先死，陈平安自己想死，他宁瑶喜欢他只打个半死。”有了刘宪阳的神助攻，宁瑶回答的干脆明了，他当然要陈平安与他自己都活着，不论陈平安未来发展如何，他喜欢的只是陈平安，那陈平安在剑气长城亲力而为，无愧本心就够了。对于他宁瑶自己也同样如此，因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宁瑶一直都在认真的修行，并且走上城头努力杀敌。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结果如何就都该无所愧疚。至此陈平安解开心结，还得是刘宪阳了解陈平安，知道要劝陈平安必须要从宁瑶这边破局，也可见刘宪阳为了陈平安的用心良苦。深爱陈平安的宁瑶同样明白刘宪阳的一片苦心，所以宁瑶也是主动向刘宪阳敬酒，以表刘宪阳对陈平安的照拂以及疏解心结之意。随后宁瑶便返回城头继续抵御妖族去了。陈平安以己身为饵，吸引隐匿上5境大妖上钩。刘宪阳在剑气长城以祖传剑经大显神通，刘宪阳的出现彻底帮陈平安解开了赴死的心结。宁瑶一番感谢过后，便返回了城头继续抵御妖族去了。在异乡相逢的陈平安与刘宪阳两人则是互相诉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期间刘宪阳还给陈平安带来了文胜的传话。文胜知道陈平安在离开离珠洞天之后，对于外边的读书人和修道人
一定产生过不小的疑惑以及自我怀疑，最终对读书人和修道人两个大的说法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排斥心。因此文胜点拨陈平安要一步一步将修行落在实处，从而让修行不再那么排斥自己的几重身份。聊天中陈平安还得知了刘宪阳已经成为了剑修，只是刘宪阳并没有向陈平安吐露出他的具体境界。虽然得知了刘宪阳如今很厉害了，但是陈平安还是劝诫刘宪阳，让他不要着急返回保平州复仇，正阳山与清风城的旧账还要拖几年再说，必须要拖到他们成为上武境剑仙再说。毕竟如今正阳山风头正盛，内有一深藏不露的元婴剑修已经闭关数年，看种种迹象，此人成功破关的可能性不小。外还有大黎王朝倾力扶持，以此让正阳山制衡阮琼的龙泉剑宗。所以陈平安如今所收集的情报来看，哪怕他们有玉璞境剑修的战力，也很难在正阳山讨到便宜。刘宪阳当然愿意听从陈平安的劝告。聊完了正事后，刘宪阳因为还要去和陈氏游学子弟们会合，便先行离去。现在刘宪阳已经来到剑气长城，他们今后有的是时间相聚。至于陈平安，则是开始为自己今后的无愧于心而开始努力。宁瑶已经无时无刻都在为剑气长城付出，他陈平安也要尽快赶上宁瑶的步伐才是。然而现在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的陈平安，就算走上城头出力也是微乎其微。于是陈平安便打算用他在蛮荒必杀榜前3来做诱饵，只要他以真面目走上城头，以己为饵，那么以他榜上的排名必然会吸引大妖的注意，到时候就可以借机帮剑气长城除掉一头大妖。在说出计划得到剑气长城的支持后，陈平安便大大方方地以真面目走上了城头，开始钓鱼。剑气长城这边则是安排了2位护道人，其中和陈平安有过过节的齐寿恰巧成为了护道人之一。齐寿作为剑气长城的顶级天才，当初因为宁瑶就曾在外乡人的问3关中打压过陈平安，只是被陈平安给化解了。如今齐寿也是在剑气长城所有同龄人当中第一个跻身元婴境的剑修，纵然是宁瑶如今也没有突破至元婴。虽然曾经齐寿和陈平安有过过节，但陈平安已经凭借和黎真一战在剑气长城赢得很多人的尊重，加上现在是一致对外抵御妖族的时候，作为天才的齐寿倒也没有那么小心眼要给陈平安穿小鞋。元婴境的齐寿作为辅攻，至于另外一位负责收网的护道人，则是一名叫谢松花的女子玉璞境剑仙。谢松花来自浩然天下的皑皑州，是去年冬末才来到剑气长城的。她在剑气长城一直名声不显，在众人眼中谢松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剑仙，但其实谢松花却是一位极端追求一剑杀敌的剑修。一剑过后，对手只要不死，往往就要轮到自己生死道消，所以这样看似普通却能做到出其不意，一击必杀。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年妖族在剑气长城策反了很多剑修成为奸细，这也导致剑气长城中一众剑仙们的信息被泄露给了妖族。若是收网之人的杀力太强，也根本没有大妖上钩。谢松花来剑气长城的时间短，平时他出剑不显山不漏水，看不出深浅，最适合来阻击偷袭大妖。3人在城头从右到左依次是齐寿、陈平安、谢松花几人钓鱼的同时，各手一地出剑阻止城下的大妖前进。既然是为了钓鱼，就必须要有耐心，可时间一长，本就受伤还是主修武道的陈平安遇剑杀敌就有些吃力了。但好在刘宪阳来到城头找到了陈平安，刘宪阳让陈平安只管停手，放妖族大军前进，并且离城头越近越好。陈平安面对好兄弟的帮忙，当然是毫不客气，当即就收手，任由他管辖境内的妖族大军蜂拥前冲。接着也不见刘宪阳出手，只见他缓缓闭上眼睛，如入梦寐。一旁的齐寿看着闭眼仿佛酣眠的陌生读书人刘宪阳，又看了眼前方即将就要冲向城下的妖族大军。就在齐寿打算祭出飞剑帮着陈平安斩杀横冲直入的妖兵时，刘宪阳却是已经睁开了眼睛。而在刘宪阳睁眼之后，那些让陈平安放任前冲的妖兵竟无一幸存皆亡。见此，不仅是齐寿，便是剑仙谢松花都有些震惊的忍不住转头看了眼刘宪阳，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到丝毫的灵气涟漪，没有一丝一缕的剑气出现，甚至战场之上都无任何剑意痕迹，只是闭上眼打个盹就杀了一片妖兵，这如何不唬人？而就在他们看着这一幕心意微动之际，竟有一只玉璞境剑修大妖隐匿在阵亡的妖兵之中，群妖皆死，便是城头上剑仙们最容易放松之际，也就是大妖最佳的出手时机。于是大妖果断唤出本命飞剑直指陈平安。城头时刻防备的几人察觉后迅速展开反击，刘宪阳率先出剑阻断飞向陈平安的剑光，紧接着谢松花毫不犹豫祭出惊世骇俗的最强一剑，最终将那把妖族剑仙的本命飞剑成功击碎在大地之下。这一击过后，谢松花便没有再战之力，只得撤离城头休养去了。继而刘宪阳顶替了谢松花的驻守位置，陈平安、刘宪阳齐寿继续原地镇守钓鱼。那么大显神威的刘宪阳又会不会受到妖族的针对呢？